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新吴医院位于新竹县的一个偏远角落，它建于上世纪50年代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综合医院，曾经历过无数的战争创伤和急救治疗，至今依然是当地最为重要的医疗设施之一。医院的大楼陈旧且广阔，走廊上空气凝重，墙面和天花板上残留着岁月的痕迹，光线昏暗，常常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。尽管如此，医院内的医疗设备齐全，医生和护士们也都经验丰富，但每到夜晚，许多人都会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不安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李晓彤，刚刚毕业的护士，满怀憧憬地走进了这座医院，开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。他听说过医院里的一些怪事，走廊里传来脚步声，病房里有鬼魂出没，老病房的墙壁上时常出现无法解释的裂缝，甚至有病人声称在夜间看到过白衣女鬼。但作为一名刚刚踏入职场的年轻护士，他并不相信这些无稽之谈。别听那些老护士胡说八道，他的导师陈伟明曾在入职时告诫他，医院里那些流言都是些离谱的谣言，你只需要做好本职工作，其他的事情不必太过于在意。李晓彤点了点头，但内心还是充满了对这座医院的好奇。夜班是他的第一班，医院的夜晚与白天截然不同，安静到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。他穿过医院的大厅，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向他的工作区域——急诊室。夜晚的急诊室空空荡荡，只有几个偶尔需要急救的病人仍在安静地等待治疗。李晓彤的任务是巡视病房，确保患者安稳，偶尔帮助忙碌的医生和护士处理一些临时事务。工作虽然单调，但他保持着专注。夜深了，医院的走廊逐渐沉寂，除了偶尔传来的医疗设备的滴答声，几乎没有其他动静。李晓彤走到走廊尽头，推开一个病房的门，想看看里面的病人是否安好。病房内空无一人，病床上安静地躺着一位病人，呼吸平稳，似乎进入了深度睡眠。他微微松了口气，正准备离开时，却忽然听到从另一个病房传来低沉的哭泣声，声音断断续续，有些低哑，仿佛来自一个极度痛苦的人。李晓彤心头一紧，推开了旁边的病房门，里面的病床上依旧空无一人，病房内空荡荡的，只有几盏昏黄的灯泡散发出微弱的光芒。哭声并未停歇，依然清晰地传入他的耳朵。是哪里来的声音？他轻声自言自语，环顾四周，心中充满疑惑。他走向病房的角落，靠近病床前，忽然声音戛然而止，仿佛被某种力量切断。李晓彤呆住了，低头查看病人，床单平整，病人面容安详，什么异样也没有。他站在病床旁，看着病人那毫无波动的呼吸，难以抑制内心的困惑。难道是自己听错了，还是这座医院的夜晚真有些不对劲？嗡！突然，远处的走廊响起了轻微的震动声。他猛地抬头，迅速转身，朝走廊走去。那种声音听起来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轻轻碰撞，回音一波接一波地从黑暗中传来。李晓彤咽了口干涸的喉咙，迈开步伐。他以为声音会随着他的脚步逐渐远去，但恍若是幽灵的低语，声音却越来越近。他快步走向走廊的尽头，却没有看到任何人影。突然，一阵冷风拂过他的脸颊，刺骨的寒意让他不自觉地打了个寒战。走廊的灯光忽然闪烁了一下，又恢复正常。李晓彤紧张地环顾四周，心跳加速。别慌，别慌，他不断告诉自己深呼吸，调整心态。然而，空气中的冷意和阴森气息却越来越让他不安。可能是风扇的问题，他自我安慰地想着，迈开步伐走向下一间病房。然而，在病房的门口，他停住了脚步。一盏灯轻微晃动着，忽明忽暗，照亮着病房内的一切，仿佛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看不见的力量。他几乎是凭着本能推开了门，走进去的一瞬间，病房里的一切似乎静止了。李晓彤的眼睛瞪大，他看见窗户旁的角落空无一人，但那份诡异的安静和扭曲的阴影却让他心头一紧。这时候，医院外的风雨声似乎愈加猛烈，雷电交加。在这个寂静的夜晚，
李晓彤的心头却涌起了前所未有的恐惧。李晓彤本以为自己能度过一个平静的夜半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医院里的异象越来越难以忽视。那晚，他依然在走廊上巡视，心里却难以摆脱那种不安的情绪。走廊里的空旷和昏暗似乎将他吞噬，而他每走一步，心脏都似乎随着脚步声跳动得更加急促。医院的走廊深邃而狭长，两旁是沉默的病房，偶尔透过窗户的微弱灯光照射进来，给人一种幽静、诡异的感觉。那一夜，李晓彤再次经过那条他之前感觉不对劲的走廊，急诊科旁边的那段，他不自觉地加快了步伐，心里想着，或许只是自己太过紧张。突然，一道模糊的身影在走廊尽头浮现，仿佛是从黑暗中凭空出现。那身影一袭白衣，轻盈地飘动着，似乎在空中无声地漂浮。李晓彤心头一震，停下了脚步，他瞪大了眼睛，试图看清楚那是什么。他的呼吸逐渐急促，心跳声仿佛在耳边回响。他定了定神，走了过去，但每当他离那道身影越来越近时，白衣的身影却又像是被某种力量拉回黑暗中，迅速消失在了走廊的转角处。李晓彤立刻追了过去，眼睛紧紧盯着前方的走廊，身影消失的地方，他的脚步越来越快，心脏跳动的节奏也随之加速，仿佛那白影在引领他进入更深的未知领域。等等，等等，他的声音几乎被自己的急促呼吸淹没。然而，那个白影却依旧快速消失，留给他的是越来越深的恐惧。他绕过了走廊的拐角，空旷的走廊再次展现在他面前，没有人影，什么也没有。那道白影像是蒸发在空气中，根本无法捉摸。他站在走廊中，冷汗渗透了他的背脊，整个人仿佛被一股无法名状的恐惧紧紧缠绕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咬紧了牙关，开始意识到自己似乎已经不再是唯一一个存在于这个地方的人。就在此时，突然从他身后传来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他的心脏猛地一跳，身体一僵。那声音越来越近，脚步声清晰可辨，却没有任何人影。李晓彤几乎不敢回头，他感到背后似乎有一种压迫感，仿佛有人紧跟在他身后，正慢慢接近他。他的心跳变得更加急促，每一步脚步声都像是他生命的倒计时。他强迫自己回头，却只看到一片空无一人的走廊。他的双腿开始发软，几乎要站不稳，但那脚步声却没有停下，反而似乎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接近。是谁？他低声喊道，声音有些颤抖。他的手不自觉地伸向腰间，准备按下紧急呼叫按钮，但手指似乎失去了力量，无法触及。就在他心中一片混乱，准备崩溃的瞬间，脚步声忽然停了，安静的气氛再次笼罩了整个走廊。李晓彤转身，强迫自己深呼吸，回头看着自己走过的地方，试图理清楚自己刚才到底看到了什么。他的眼前突然一亮，那道白影再次出现在他的视线中。然而，这次他站在走廊的另一头，静静地注视着他。那身影依然是模糊的，只有一袭白衣，脚步轻盈，似乎没有任何实体感，仿佛一团雾气，随时都可能消散在空气中。李晓彤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心跳的像要跳出来一样。他试图想要向前走去，想要揭开那身影的真面目，却突然间感到一阵莫名的寒意袭来。他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发出警报，告诉他不要靠近那个东西。他强迫自己转过身，猛地加快脚步，拼命朝前方跑去。他心中暗自祈祷，不想再看到那个白影，害怕自己再也无法摆脱它。跑着跑着，他忽然感觉到脚步声再次响起，紧跟在他的背后。每一次回头，都似乎看见那白影离自己越来越近。他的呼吸急促，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，脚下的步伐越来越快，几乎不再考虑自己是否已经超出了身体的极限。他跑到尽头，终于停住了脚步，停在了急诊科的门前，紧张的双手无力地按着门把手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转过头看向身后，走廊依旧空无一人，白影早已消失。他站在那里喘息着，心跳渐渐恢复平静。他的眼睛开始模糊，意识到自己似乎已经被自己吓坏了。那一刻，
他的脑袋里充满了疑问，刚才到底是什么？那白影究竟是什么存在？难道真的有鬼魂在这个医院里游荡？李晓彤一时无言，内心的恐惧像潮水般涌上心头。他突然感觉到自己对这座医院的了解远不如他所想的那么深刻。李晓彤坐在急诊室的值班台前，双手紧紧地握着笔，心神不宁。他的脑海里依然不断回响着那个诡异的白影和脚步声，仿佛他们还在追逐着他。然而尽管内心充满恐惧，他依然强迫自己保持冷静，告诉自己这只是自己的幻觉。毕竟医院总是充满了忙碌和压力，任何看似不寻常的现象都可能是疲劳和焦虑的产物，都怪我自己太紧张了。他低声自语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就在他自我安慰的时候，突然听到走廊尽头传来一阵低沉的咳嗽声，紧接着又是轻微的步伐声。他顿时一惊，猛地站起身，朝声音的来源望去。走廊的尽头依稀可以看到一个人影，缓慢而坚定地朝他走来。那人身影微弱，穿着一件褪色的病号服，背影佝偻，看起来年事已高。李晓彤下意识地皱了皱眉，觉得有些不对劲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有人？他走过去，心里有些疑惑，自己明明知道这个病房里没有老人住。走近一看，病房内果然没有任何病人，只剩下那张空荡的床和一片死寂。李晓彤心头一震，正想要离开时，突然他看到病房的角落处站着那位老者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他惊讶地低声问道。眼前的老人衣衫破旧，头发花白，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。老人没有回答他，只是静静地注视着床上的病人，目光空洞，似乎看不见他的存在。李晓彤心跳加速，想要上前阻止老人，但他的双脚像是被固定在地面上一样，怎么也动弹不得。你是谁？他声音有些颤抖，意识到事情变得越来越奇怪。这时老人的身影突然变得模糊，仿佛是被一阵雾气笼罩，逐渐消失在空气中。李晓彤愣愣地站在那里，整个人感觉被冻住了。他回过神来，深吸一口气，立刻转身离开病房，连忙走向护士站。然而刚走到走廊时，他的耳边再次传来了那个老人的低沉声音，这一次比刚才更加清晰。我死了，他们没救我，没有人告诉我，救治我的机会已经过去。声音像是从地底传来，充满了无法言喻的痛苦。李晓彤猛地停下脚步，头皮发麻。他迅速回头，刚想走回去，却发现走廊上空无一人，只有远处昏黄的灯光在闪烁。老人在哪里？他的心中一片迷茫。原本以为刚才只是自己的幻觉，但现在他的直觉告诉他，自己并没有看错。李晓彤急忙回到护士站，想要向陈伟明请教，告诉他自己刚才在病房里遇到的事情。然而陈伟明并不在值班台前，他的座位空空如也。他看了看手表，才发现已经是深夜2点钟了。值班室里所有的护士几乎都忙完了，医院内一片死寂。就在他打算继续找陈伟明时，突然陈伟明的身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，仿佛是凭空出现一般。李晓彤吃了一惊，连忙问道：陈护士，你在哪里呢？我找你找了好久。刚才陈伟明的眼神变得极其凝重，打断了他的话：你看到老人的事情对吧？李晓彤愣住了，满脸的困惑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并不是第一个见到他的人。陈伟明看着他，眼中流露出一种复杂的神情。那个老人曾经是这家医院的一名病人，几十年前他因病被送到这里，他一直等着医生来为他治疗，但当时医院的资源紧张，许多人得不到及时的治疗，而他也没有及时救治，最终死在了这里。可是这个老人并没有安息，他的灵魂留在了医院，尤其是某些病房和走廊，时常会出现他的身影。陈伟明顿了顿，声音低沉：他是一个冤魂，他在这里徘徊，直到得到某种解脱。李晓彤听得心头一紧，心中涌上了一阵莫名的寒意。那他是来找我的吗？陈伟明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叹了口气。医院里的怪事并不罕见，尤其是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许多人在这里经历过无法解释的事情。
你可以不信，但一旦亲身经历过，你会发现这座医院并不像看起来那样简单。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都是有代价的。李晓彤的心里充满了不安，陈伟明的话似乎在提醒他什么，但他却无法抓住那其中的真相。他不敢再问下去，因为他深知在这座医院里，或许有些事情永远都没有答案。李晓彤回到值班室后，心情依然无法平复。陈伟明的话像是压在他心头的重石，难以去除。他深深的明白，自己不再能够忽视这座医院的诡异氛围，但他仍然试图把所有的恐惧压下，告诉自己要理智，要专注于工作。然而，这一晚的平静没有持续多久。凌晨4点，医院的走廊里再次传来了低沉的脚步声，声音比之前更为清晰，回荡在空旷的走廊中。李晓彤本能地屏住了呼吸，回头望了望身后，心头涌上一股莫名的不安。他站起身，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，步伐小心而谨慎。走廊的尽头，昏黄的灯光闪烁着，空气中的沉寂让他每走一步都如同踏进了未知的深渊。他走过了几个病房，突然发现走廊的尽头有一扇关着的门，门上方没有任何标识，只有一个看起来已经很旧的号码302。他微微皱眉，这个病房他之前从未见过。医院的每一层楼他都非常熟悉，尤其是这些老旧的楼层，他几乎每晚都会走过。可是这个302病房他从未听说过，也从未见过。他犹豫了片刻，伸手轻轻推开了那扇门，门吱嘎作响，像是久未开启的古老门扇。门后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他病房的环境，整个病房弥漫着一种腐朽的气味，空气浑浊，墙壁上布满了霉点和裂痕，窗帘斑驳，仿佛整个病房已被遗弃许久。病床上铺着陈旧的床单，床旁的桌子上摆着一瓶已干涸的花。但最引人注意的是，病房的角落里站着一位身穿白色病号服的病人，他的背影十分瘦弱，静静地站在那里，没有任何动作。他的头发凌乱，仿佛长时间未曾梳理过。李晓彤心中一紧，立刻感到一种不寻常的寒意从脚底升起。您好，他轻声开口，尽量不让自己显得过于惊慌。那位病人缓缓转过头来，露出一张苍白的面孔，他的眼睛空洞，仿佛看不见李晓彤的存在。他的嘴唇微微翕动，似乎在低声说着什么，但却发不出声音。李晓彤的心脏猛然一紧，他的直觉告诉他，这个病人不对劲。他下意识地想转身离开，但就在他准备迈步的那一刻，病人的嘴巴突然大张，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：救我！救我！他们把我忘了。李晓彤愣住了，心头的恐惧让他全身的血液几乎凝固。他看着病人的双眼，那空洞的眼神中仿佛映射出了无尽的痛苦和怨恨。那位病人伸出了瘦弱的手，缓慢地指向病房的角落，目光紧紧跟随着他的手指。李晓彤不敢去看那角落，他知道如果他看过去，自己可能再也无法回头。他们把我关在这里，忘了我。病人低语道，声音如同从深渊传来，虚弱而低沉。李晓彤的心跳越来越快，他试图控制住自己，但身体却不听使唤，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拉扯着他的意识。我不能留下，他在心中猛然大喊，转身就跑，几乎是全速冲出那扇门。耳边传来那病人悠悠的声音：别走，你不能离开。他跑到走廊尽头，气喘吁吁，回头一看，那扇门已经消失在他的视线中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他站在走廊中，感觉自己的心跳几乎要从胸口跳出来，脑袋一片空白。他定了定神，回望身后的病房，但无论怎么努力，那扇门依旧无法再现。他的手开始颤抖，迅速从口袋中掏出手机，试图拨通陈伟民的电话。然而电话那头却始终无人接听。这时突然，他的耳边再次传来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仿佛有人在他身后紧紧跟随。他回过头，冷汗顺着额头滑落，站在走廊尽头的竟然是那位白衣病人，依旧是瘦弱的背影，缓慢地朝他走来。李晓彤的脑袋一片空白，转身就跑，几乎是不加思索地冲进了急诊室。
迅速锁上了门。门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仿佛在不断逼近他的心灵深处。他一遍遍回想陈伟明的话，这座医院不只是一座医院，它还有另一面，藏着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这些话再次在他脑海中响起，让他的心情变得愈发沉重。他望着急诊室的窗户，窗外一片漆黑，仿佛整个医院都陷入了一片诡异的宁静。那种无法言喻的恐惧感逐渐笼罩了他。李晓彤意识到自己正被困在这座医院的黑暗深处，无法逃离。李晓彤在急诊室内紧紧地锁住门，心跳依旧剧烈。他靠在门上，额头上沁出了冷汗，四肢无力，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逃脱的惊魂。虽然房间里安静的仿佛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，但他依然能听到那脚步声、低语声以及从深处传来的哀求。他不敢再停留太久，知道自己再不离开这里，可能永远也无法走出这座医院。急诊室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，他被吓了一跳，立刻拿起电话。那头传来了陈伟明急促的声音：李晓彤，你在哪儿？我在急诊室。他声音颤抖，强忍着恐惧回应：陈护士，那边有个病人，他在求救，你看到302病房了。陈伟明的语气变得严肃，仿佛早就知道他会遇到这些东西。302，那是什么地方？李晓彤一阵头晕，心中充满了疑问。我刚才去了那个病房，里面有一个病人，他说自己被遗忘了。你看到那个病人了？陈伟明的声音带着沉重。302病房已经封闭了很多年，那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禁忌病房。那个地方曾经住过一个病人，他是几十年前被送进医院的。当时医院正经历着医疗资源紧张和人员不足的问题。你知道，那时候很多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，而这位病人因为病情加重，最终死在了那里。李晓彤的心头一震，他刚才亲眼看到的病人影像，正是那个老人和白衣病人的影像重叠在一起。陈伟明的话仿佛解释了他见到的一切，但这并没有让他的恐惧得到减轻，反而加重了。那个病人死后，他的灵魂并没有得到安息。由于医院的疏忽，他一直徘徊在这座医院，特别是302病房和一些无人的楼层。陈伟明的声音低沉且缓慢，而且还有更多的灵魂，他们被遗弃，被忽视，最终的愤怒和怨恨化作了无法言喻的力量。这座医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李晓彤几乎能感觉到自己内心的恐惧渐渐膨胀，无法控制。医院有一些历史上未解的秘密，一些错综复杂的事件，他们被掩埋了很多年，但他们从未真正消失。陈伟明顿了顿，似乎在思考如何继续说下去。其实我们所有人都知道，这座医院是一个特殊的地方，在这里有一些人因为失去治疗的机会，因医疗疏忽而死，他们的冤屈和未完成的心愿化作了鬼魂，困在这片空间里，无法解脱。李晓彤忽然想到了什么，猛地打断陈伟明：那我为什么会看到这些？为什么会被他们找到？是因为我的工作吗？并不是。陈伟明的话让李晓彤一阵疑惑。你并不是第一个经历这些事情的护士或医生，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。你看到的可能是因为这座医院的特殊性质所致，这里的鬼魂不一定会对每个人显现，但对于那些无意间接触到医院深处秘密的人，他们会感知到这些灵魂的存在。那该怎么办？我们能做些什么？李晓彤的声音急促，几乎快要哽咽。陈伟明长叹了口气：你见过的那些灵魂，他们并不是想要伤害你，只是想要被听见，想要有人了解他们的痛苦。每个人在这里都像是某个故事的见证者，或许你能做的就是帮助他们完成最后的心愿，让他们得以安息。可是我该如何做？李晓彤的心情已经完全崩溃。你是说我要帮他们解决未完成的事情？可是我根本不懂。陈伟明的声音低沉，带着些许疲惫。最简单的方法是回到302病房，找到那个病人的东西，找出他生前未完成的愿望，或许他能在你帮助下得到解脱。可是我害怕。李晓彤声音颤抖，几乎要说不出话来。如果我做不到怎么办？如果我触碰到更深的东西呢？陈伟明的声音变得更为温和。你并不孤单，
很多人都曾面临过同样的恐惧，但是如果不去面对，那些怨魂永远无法安息。而且李晓彤，这座医院已经等待太久的解脱了。李晓彤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，心中涌动着莫名的决心。他知道这场噩梦并不会自行结束，为了自己的平安，也为了那些灵魂的安宁，他必须做出选择。他挂掉电话，准备前往302病房。李晓彤走出急诊室，心跳依旧剧烈，整个人的情绪处于一种紧张的高压状态。医院的走廊静得出奇，灯光依旧昏黄而朦胧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抑的氛围。他知道自己不能再逃避，必须直面眼前的恐怖。那扇神秘的302病房门仿佛是某种禁忌，等待着他去揭开其中的秘密。他走得很慢，每一步都沉重无比，仿佛踩在了漆黑的深渊中，无法回头。尽管他告诉自己要冷静，但他的内心却不断地被一股莫名的力量牵引着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呼唤他。每走一步，他的脊背就会一阵发凉，耳边似乎又传来了那位病人无助的求救声。他来到楼层的尽头，站在302病房门前。与其他病房不同，这扇门显得破旧不堪，门框上泛着铁锈，玻璃窗斑驳，仿佛许久未曾打开。李晓彤深吸了一口气，抬手推开了门，门吱嘎作响，似乎有很久没有开启的痕迹。空气中充满了潮湿腐朽的气息。进入病房后，他感到一阵寒冷，似乎连呼吸都变得艰难起来。病房内一片昏暗，除了门口微弱的灯光，几乎什么都看不清。他将手机的手电筒打开，照向四周，眼前的景象让他感到心脏骤停。病房的墙壁破败不堪，墙纸剥落，露出老旧的砖块，床单已经变得发黄，枕头歪斜，仿佛多年来没有人触碰过。病房的角落依旧是那种奇异的霉味和腐朽气息。李晓彤的目光移向房间的另一端，忽然他的心跳加速，那儿竟然摆放着一个木箱，表面被灰尘覆盖，像是被遗弃已久。李晓彤犹豫了几秒钟，心中充满了恐惧和好奇。他艰难地迈步走向木箱，箱子上刻着一些看不清的字迹，字迹模糊，像是被岁月侵蚀过。他伸手轻轻地推开箱盖，里面有一些破旧的文件和照片，散乱地堆放着。他小心地拿起其中一张照片，照片已经发黄，人物模糊不清，但其中有一位穿着医院病服的病人，正是他曾经在病房里见过的那位老人。这不是那个病人吗？李晓彤轻声自语。照片中的老人脸色苍白，眼睛空洞，似乎在凝视着相机，眼神中充满了深深的痛苦和怨恨。就在他想要继续翻看时，病房内的灯光忽然一闪，接着整间房间陷入了黑暗。李晓彤的心脏几乎跳到了嗓子眼，他赶紧拿出手机，打开手电，照亮周围的环境。就在他的手电筒照到角落时，他看到了一张苍白的面孔。他猛地转头，眼前竟然站着那位白衣病人，正静静地注视着他。病人眼中没有任何生气，仿佛死气沉沉。李晓彤的身体僵硬，他想要后退，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动弹，仿佛被某种力量牢牢定在原地。你为什么出现在这里？李晓彤声音颤抖，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白衣病人缓缓开口，声音沙哑且空洞。他们把我忘了，你也是，他们会忘了你。李晓彤的眼睛开始模糊，脑海中涌现出无数疑问。你要我做什么？病人沉默了片刻，忽然伸出一只骨瘦如柴的手，指向病房的另一端。李晓彤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，眼前的墙壁上赫然出现了一张字条，字迹潦草，像是匆匆写下的。病房302，治疗未完成，冤屈未报，求解。李晓彤走过去，发现字条后面是一张破旧的病历卡，卡片上记载的是那位病人的姓名和一条让他愣住的治疗记录：未能及时治疗，延误救治，因并发症死亡。他是因为没有得到治疗才死的。李晓彤低声喃喃。这一刻，他终于明白了，这个病人一直在找一个人帮他完成未完成的心愿。他的冤屈，他的死，是因为医院的失职和医疗资源的紧张。他的灵魂无法安息，注定在这座医院里徘徊。
白衣病人继续说道，我要你替我报仇，我要让他们知道，他们错过了我，错过了我的生命。李晓彤的心中震动，恐惧和同情交织在一起。他意识到，这不仅仅是一个冤魂未解的悲剧，而是医院中更深层的腐败和不公。我要你让他们知道，他们背叛了我。白衣病人声音愈发激烈，我曾是他们的责任，但他们忘了我，丢弃了我，你能做吗？李晓彤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压在自己身上，仿佛每一根神经都在被撕裂。他知道，如果继续下去，他或许会彻底失去自我，但他同时也意识到，自己必须帮助这个无助的灵魂。我答应你。李晓彤低声说出这句话，声音沙哑，带着几分绝望。就在他答应的那一刻，病房的灯光猛地亮了起来。白衣病人微微一笑，仿佛得到了某种解脱，转身慢慢消失在空气中。李晓彤顿时松了口气，浑身无力地坐到床边。他感到自己像是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拉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深渊，而这个深渊的底部埋藏着的不仅仅是冤魂，还有无数个被遗弃和忽视的故事。他站起身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决定带着那张病历卡和字条回到陈伟明那里。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被这座医院牢牢捆绑，而他的选择也将决定许多灵魂的安息。李晓彤回到值班室时，心情依旧沉重。他拿着那张病历卡和字条，手指紧紧地抓住它们，仿佛他们会随时从手中溜走。医院的灯光依旧昏暗，走廊里寂静无声，偶尔传来几声远处的脚步声，却像是更深的孤独和无助。他推开陈伟明的办公室门，看到他正低头翻阅着文件，似乎并未察觉他的到来。李晓彤深吸一口气，走了过去，将病历卡和字条放在桌子上，静静地看着陈伟明。这是302病房里找到的。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，我答应了他，要帮他完成未了的心愿。陈伟明缓缓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那一刻，李晓彤看到他眼中透露出的不仅仅是同情，更多的是某种压抑已久的痛苦和深藏的秘密。你知道的太多了。陈伟明的语气很平静，但李晓彤能够感受到其中的沉重。她的名字是林美娟，那个病人已经死了好多年，她的冤屈在医院内部一直被压制，没人敢提起。她的死不仅仅是因为医疗的失误，更多的是背后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李晓彤心中一震，你是说这背后还有其他的隐情？陈伟明叹了口气，目光变得有些黯然。他看向窗外的夜色，似乎在犹豫要不要继续说下去。片刻后，他终于开口，李美娟的死不仅仅是因为当时医院资源紧张，也不仅仅是因为没有及时治疗，她的病情加重，最终在手术台上去世。而她死后，医院并未及时报告，更糟的是，有人故意掩盖了她的死因，并且将她的遗体偷偷处理掉。李晓彤的脑海中轰然一响，她从未想过这座医院竟然藏着如此黑暗的秘密。她下意识地问道，那她为什么没得到公正的待遇？为什么没人揭露这件事？因为林美娟的死并不是偶然。陈伟明缓缓转过身，目光暗沉。她是个特例，但她也是医院某些人的牺牲品。李晓彤听得愈加迷惑，牺牲品？你是说她死了是有人故意造成的吗？是的。陈伟明的声音低沉，那时医院正面临内部权力斗争，一些高层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，决定将一些不太重要的病人处理掉，而林美娟的病情正好符合他们的计划。她的死，事实上是有人故意拖延了治疗，并且对她的病历进行了篡改。所有的操作都经过精心设计，目的就是为了让她死在手术台上。李晓彤的心跳越来越快，耳边的声音开始变得模糊，她几乎无法相信自己听到的这一切。这个医院竟然有如此深藏的黑暗，她想象不到，那些原本应该为病人治病、为人服务的医务人员，竟然会为了权力和利益冷血至此。那么，林美娟的冤屈是谁背负的？李晓彤几乎不敢问下去，但她的内心深处充满了无数的疑问。是我们这些普通的工作人员。陈伟明低下头，叹了口气，你看到了吧？那个病房302是医院用来掩埋那些不愿意暴露的事实的地方。
许多死于不明原因的病人都会被悄无声息地送到那里，甚至连家属都没有任何知情权。李晓彤不禁倒吸一口气，他的手紧紧握住病历卡，指尖都微微发抖。他从未想过，这座医院竟然是如此腐化。他曾经无数次以为自己是站在救死扶伤的一方，而今天他才发现，自己所在的地方竟然是一座伪装的黑暗城堡。陈伟明，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李晓彤深吸了一口气，缓缓开口，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？陈伟明苦笑了一下，目光中充满了无奈。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可以改变这一切的机会，但这里的事情早已不是我能决定的了。你现在知道的越多，越会发现整个医院早已深陷其中，脱身不易。林美娟的灵魂之所以无法安息，并不是因为她的死，而是因为她的死被掩盖了，而掩盖她死因的人正是医院里的一些人。李晓彤的心中忽然升起一股强烈的冲动，她必须去揭露这一切，必须让这些被遗忘的灵魂得到公正。她望着陈伟明，眼神坚定，我不能让这一切继续下去，我不能让那些死去的病人没有公道，不能让医院继续隐瞒真相。陈伟明的眼神闪烁了一下，他看着李晓彤，似乎想要说些什么，但最终什么也没有说。李晓彤继续道，你说我该怎么做？陈伟明沉默了片刻，最终叹了口气，首先你得找到那个当年的医疗报告，那个报告不仅能证明林美娟死于医疗疏忽，也能揭示当时医院内部的腐败行为，而那个报告藏在医院档案室的深处，只有极少数人知道。你想做的可能是打开一个深渊，但一旦你开始了，就很难再回头。李晓彤深吸一口气，心中充满了决心。他知道自己的选择已经无法再退缩，那些被医院遗忘的冤魂，那些未曾公正的生命，注定要由他来为他们争取最后的公道。